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我是99。说到抗生素啊，抗生素的发明堪称是医学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最新的有一个研究就发现了，一次抗生素的使用影响可能长达4到8年，甚至跟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有大肠癌的风险都有关联。还有问题来了，很多人吃到一半就会停药，或者是疯狂的补一些益生菌啊。如果这些做法对身体到底有哪些影响？你想知道的话，如何跟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大肠癌有哪些相关？记得务必看到节目的最后，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直播。那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呢，记得看到节目的最后。那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精准预防医学理事长，同时呢也是基因学专家张家明医生。Hello， 张医生你好。大家好，舅舅好。张医生你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抗生素。我在您的脸书上看到您的有一个发言，就是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很多人也引起共鸣，所以我们要特别来跟你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最新有研究发现，吃一次抗生素影响可能长达4到8年，还有跟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大肠癌风险都有关系。这个听起来有点可怕哦，觉得就说如果自己是吃药治病啊，没想到增加癌症的风险。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张医师，抗生素的副作用真的会这么久，甚至这么严重吗？当然本身倒不是说抗生素这么毒哦，其实真的关键是肠子里面的细菌，我们叫肠道菌。那这些肠道菌现在也发现它非常重要，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人肠道里面有几百兆只细菌，这些细菌有好有坏，所以你吃的东西都会被这些细菌来帮忙代谢。重点是好的坏的细菌代谢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如果好的细菌的话，它代谢出来的东西对你那个身体健康有帮助，可是坏的细菌的话，代谢出来的东西就对那个疾病会增加它的风险。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医学就是非常重视这一块所以像吃了抗生素之后大家知道它不只是杀坏菌，它连好的细菌也会杀。杀了之后这些细菌它的那个平衡也不会马上回来。所以现在研究就发现说那吃了抗生素之后它这个影响可能会高达4到8年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肠道菌它失衡了失衡之后连在我们身体的那个免疫代谢就跟着改变这些东西一改变的话，比如说会造成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之后那个接下来我们的像是大脑神经退化或者说癌症风险糖尿病这些风险都会增加。是，所以其实张医生简单的来说，就是抗生素它不仅是会杀死坏菌，同时也会把好菌给杀掉，所以可能会造成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应该是说长期的一些发炎，那同时就有可能造成癌症的发生。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肠道如果没养好，除了增加癌症风险，也可能会造成各种不同的疾病，包括老化疾病。老化疾病也可能会提早报到吗？对像主要关键就是发炎，像大家知道它通常来说想到的话就是年纪大，那细胞变老了其实我们现在发现那个有时候年纪大细胞也不是这样子那个同步的变老反而是会老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而是那个细胞里面它的功能。所以现在发现有一个名词叫做发炎性老化这种发炎性老化意思是说像细胞它发炎之后因为它会产生很多那个发炎物质这些发炎物质它会进一步去譬如说影响粒线体大家知道这个粒线体非常重要，像它要产生能量产生能量才让细胞那个可以运作就像譬如说我们那个房间如果没有灯光，那个你电脑也不用看什么事都不用做一样那个粒线体它就这么重要它产生能量可以让细胞可以那个有效的运作。所以如果说像如果说它那个因为发炎之后那粒线体它就开始会受影响，然后它产生能量的时候那个效率非常差然后会产生很多自由基这些发炎物质再让这些自由基就像火一样到处去烧破坏细胞所以细胞它就变成那种老化的细胞，然后它不再分裂，可是一直又释放出很多那个发炎物质这些东西就加在一起，就造成说我们身上一直在那个老化。
是，不过我们知道老化很多时候也会想到我们说，比如说大脑的老化啊，或者是像一些像失智症啊、帕金森氏症，那这样子的话，有可能就是说破坏了肠道细菌之后呢，有可能让帕金森氏症、像失智症这样子的一些疾病会提早发生吗？对因为这些肠道菌它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免疫的平衡所以如果说是坏菌多的时候啊，那就容易发炎这些发炎东西所以就是我们吃了抗生素，然后坏菌这些肠道菌失去平衡，坏菌变多之后它开始让我们身上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就开始回到刚才讲那个发炎性老化这些神经细胞因为它发炎会产生很多毒蛋白这毒蛋白就慢慢堆积堆积之后就造成神经退化再往下就是变成像我们常听到的像帕金森氏症或者说失智症这些问题的。是，所以影响不只是说癌症这么简单，甚至有可能就是比较年纪长的长辈会比较担心的，像帕金森氏症还有失智症的一些风险。那其实，所以说到这里，很多人就其实害怕吃抗生素。我不知道现在在看直播的朋友有没有也是这样子的，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所以他们就干脆就不吃，或者是有时候吃2-3天，觉得自己好像好了，就自行停药。那万一这样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张医师？虽然刚刚我们一直讲抗生素会造成这个肠道菌平衡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如果该吃的话还是要吃，因为有一些细菌我们身上对它抵抗力不是那么够。如果说它大量繁殖，你不赶快把它杀掉的话那个身体会来不及处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靠抗生素来帮忙。这抗生素吃的话一般来说吃2天那个真的不行，因为我们抗生素一般吃都会有一个疗程。不能太早停。为什么？因为如果太早停的话第一个那个细菌它本来杀到一半那个一半的还活在那边，接下来你停的话，它又开始变多，然后它这个时候你太早停，还会进行那个细菌的筛选，例如说有一些比较强而有力的细菌，它就活下来了然后你后面要再去杀它更难，因为它就产生那个抗药性。所以这些影响变成说，如果说太早停药的话接下来这些细菌后面会变得很难处理，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如果说吃抗生素还是一个疗程把它吃完通常不是2-3天就可以解决，大部分至少要1个礼拜。是，其实说到抗生素，很多人就会想到超级细菌，尤其现在西方医学都一直在研究。那这个超级细菌，我们可能有机会我们再来谈。但是很多人担心说，就是吃抗生素的问题。那也有人是这样，吃完抗生素之后治疗很久，但是没有好转。的这种腹泻情况竟然好了，然后排便也变正常了，所以他怀疑说，是不是我们的肠道是需要抗生素？但是呢，另外又有一些人说，吃了抗生素之后反而拉肚子，这是不是代表说有些人的肠道其实是需要抗生素的呢？对所以抗生素真的是看情况，因为每个人肠道里面细菌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吃了抗生素会整个症状变好。我举个例子有一种情况叫 SIBO， 就是那个小肠细菌增生这种情况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细菌都是在大肠，不在小肠。小肠其实没什么细菌，可是某些情况下这些细菌在小肠长得很多有这种症状的人他非常容易像拉肚子那个消化不良这些问题，腹胀吃的东西就不舒服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吃了抗生素把这些小肠的细菌杀掉之后他反而就觉得很轻松了所以像这种话就是一个例子甚至很多人应该通过那个幽门杆菌的检查这个细菌它会造成发炎所以而且跟后面的胃癌都有关系。所以像如果说我们发现有幽门杆菌的话，通常来说我们都要吃抗生素把这些幽门杆菌清除掉。不过很多人应该也会发现如果说这个幽门杆菌去掉之后其实胃发炎变少就觉得轻松很多了。当然这是有一个方面只是说有些人吃了抗生素，他就是把那个肠子整个生态都打乱掉打乱掉之后他就开始就是说就开始拉肚子、腹泻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至于说到底该怎么情况呢？其实这个说一概而论，因为每个人肠子里面细菌都不一样。不过的确是可以透过一些检查知道说，看看我们肠道里面到底是不是有一些有问题。
是，所以其实不管如何，就还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测。但是其实很巧的是，我们上周才跟一个专家就来聊到小肠细菌增生。那很多小肠细菌增生的人啊，就是会有这种腹胀的问题，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可以用这个抗生素，可能可以把它一起清理掉。所以抗生素对医学界来讲也是两双刃剑。那说到这个部分呢，我身边呢就有认识一个朋友，他的一个妈妈，他的这个小孩啊，吃完抗生素之后，没想到真的是一直拉肚子。但是呢，他反过来很认真的就每天要吃益生菌来补。但是小孩就比较偏食啊，很喜欢吃什么饼干啊、点心啊，结果排便的情况就会变时好时坏。所以想请教一下张医生，像这样子的案例，是不是代表说只吃益生菌其实是没有用的呢？对啊，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啊，就是益生菌补了之后通常来说啊，差不多几天2个礼拜它就消失光光，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它因为天生的关系啊，它不一定会长期待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去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啊，怎样让它长久留下来，就是说那个你要把这个整个肠道环境先布置好，例如说你要提供益生菌的食物给它。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让那个里面的好菌留下来的话，其实那个补益生菌当然是一个方法，可是它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要去吃到膳食纤维这个东西就是益生菌的食物。那特别是我们每天都有吃到膳食纤维，益生菌有这个食物的话，它才会长大茁壮变多。像刚这位小朋友他的情况就是说所以那个妈妈她自己也发现，如果小朋友有吃益生菌，他会好一下。可是这个小朋友又偏食嘛，他就吃饼干这些东西老实说它是加工食品这个东西是坏菌的最爱这些像什么油炸那个饼干加工食品那个高糖食物，这些是坏菌的最爱。所以我们吃的话，那个坏菌又回来变成说它时好时坏其实就是那个小朋友的症状大概就是这样子。不过如果说小朋友他可以调整一下，如果他每天都吃膳食纤维不要偏食那个就是把那个饼干糖果就一段时间不要吃，妈妈应该会发现那个小朋友的恢复的速度会快得多。是，所以像饼干这些小零食其实坦白说，就是我们提到的，过去也提到的加工食品嘛。那加工食品不仅是或者超加工食品，不仅在东西方的这个医学界，就中医西医都是不建议的。所以还是像如果你要吃益生菌，那你还是要记得补充一些膳食纤维、蔬菜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好，那说到这里呢，因为其实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快速的预告时间，因为母亲节快到了，很多人就想说，我要送母亲什么样的礼物是最好的？就在这里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个玉宝黑参。这个玉宝黑参给妈妈可以补气养颜，同时可以提高免疫力，这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那这款玉宝黑参是严选9蒸9晒的黑高丽人参，加上发酵的高丽人参，还有85种的植物酵素，浓缩在一个小小的胶囊里面。那它可以帮助大家什么呢？睡得更沉，还有体力是更好一点，还有包括我们的气色也会更好，也不用大补汤，不用搞得很麻烦。那像因为这是100%日本制造的，然后其实呢有日本的像一个60多岁，她很喜欢爬山的阿姨，她以前爬一爬要停下来，现在脚步变得很快，然后上坡呢也走得比较轻松。还有一个爱跳舞的踢拳的首领姐姐，她也是用了玉宝黑参之后呢，她说她下完课之后呢不会累瘫了，那体力跟耐力都比较好一点。另外还有一个是业务员很忙嘛，他经常是睡不好，早上又爬不起来。现在他使用了玉宝黑参之后呢，觉得睡得比较沉，而且醒来之后头脑也比较清爽，甚至他的同事说他气色看起来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它里面包含了就是日本的红花油。那另外呢，因为黑高丽人参的人参皂苷含量也比一般的红参高了37倍，然后大家都是希望说可以提高免疫力抗疲劳，增强我们的体力，抗氧化，还有抗发炎等等的。那如果呢您觉得就是很想给妈妈一个很好的帮助的话呢，就可以用这个玉宝黑参。那现在有一个活动，就是买2送1，就是买2个这个3个月包装的呢，就可以送您1个月的分量。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健康送给你妈妈。我把相关的资讯放在影片底下说明区还有留言区，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好，那我们继续来跟张医生讨论。我记得啊，您谈到过，您曾经有一位是80几岁，然后反复是泌尿道感染的一个女患者。那她在您建议她的饮食调整之后呢，她的肠道菌丛改善，真的就很少再复发。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张医生，到底要怎么来做才可以调整饮食，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对啊，这位婆婆啊，她80多岁，她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子宫内膜癌。大家知道这个要开刀，开的是大刀了，常常会影响到膀胱，因为她那个子宫跟膀胱非常近，然后开了刀之后，其实在电脑断层上啊，可以看到她那个膀胱因为粘连关系被拉过去所以她那个形状跟正常有点不一样。变成说那边有个死角啊，所以像她的情况就变成说开刀之后啊，因为她那个死角在这边嘛，她那个尿液会储存在那边，她那个就细菌就一直在滋生，到她身上就变成说反复的泌尿道感染。通常来说，她在就诊的情况就会变成说她可能泌尿道感染，觉得那个小便怪怪，她就会来这边检查。接下来我们就帮她做一套完整的，包含那个细菌的那个培养，然后尿液的检测，那确定泌尿道感染，然后抓细菌，然后开抗生素给她吃，吃了之后就有效，那个发炎就控制了。可是问题来了，控制好之后，她过2个礼拜又复发，而且几乎像公式一样，是差不多2个礼拜就要来一次，这样一直反复发作当然每次都是一样就是而且发现她细菌还会改变不一样。后来我就才想到因为这些细菌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只针对这个细菌去治疗，可是并没有针对他身体的一些他整体去看，所以我就告诉他说那我们再来试一下好了。你除了这一次治疗之外你回去再把那个身体的这个细菌就是等于肠道菌把它调整一下。怎么做？我告诉他说当补一下益生菌。他其实他手上有很多益生菌，他的女儿儿子非常孝顺，买了非常多的这些益生菌给他吃。可能他不能这边吃其实他自己有在做幼儿这边吃。他那个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吃一下。不过我再跟他讲一下说除了益生菌之外你要多注意一下这个膳食纤维。而且我要跟他讲这个重点就是膳食纤维怎么吃呢？其实要每天吃，都要吃到膳食纤维，因为这个细菌有食物化，它才会那个长多长壮，变成优势菌种。他照做了然后过一阵子后来下一次过一阵子之后那个效果其实也没有太久就出来了。原来是2个礼拜一次的，接下来他变1个月来一次。1个月来一次之后后来他再过一阵子，有时候是2个月来一次。后面几乎只是来验个小便，看看有没有发炎而已，都没有发作了。所以像他这个经历其实就是让我其实也让我学到了，就是说不能只针对那个问题去治疗，一定要把整个身体都调好。所以我常说生病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常看到就是那个发病的那个地方，可是我们并没有特别去注意到我们那个身体这个分子背景，因为那个疾病是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如果说你不要这个病再冒出来的话，除非你把你身体分子背景把它调整好，它没有这个环境让这些疾病冒出来，它这个身体才会稳定下来。所以后来我就更注重这一块就是不只是比如说我们有细菌杀细菌，还要调回，就是把自己的身体调整过来。这样子两边都做到，它这样疾病才会缓和下来。哇，所以其实张医生您刚才说的那个概念，我觉得现在慢慢人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养生的重要性嘛。那养生其实不只是说把疾病医好了，而是把造成病灶的原因也改善了。那再往后呢，把整个身体都调整好了。所以这就是整合医学在这几年来可以说是也很受到重视。那我想，其实张医生您刚才提到，其实您也叫他吃一些膳食纤维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请他吃哪一些膳食纤维呢？膳食纤维其实就大部分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这些，像蔬菜豆类、全谷还有像是其实我最推荐是水溶性膳食纤维水溶性膳食纤维就是一些湿湿黏黏滑滑的食物，像是秋葵、山药这个东西可能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吃因为它有点恶心，因为软软滑滑的那个口感跟想象不一样。还有像什么培带
不过像这些膳食纤维它其实它本身就是益生菌的食物，大人其实一般来说没办法去消化它，可是益生菌要吃它，因为它有食物它才会长大然后益生菌吃了这些食物之后它那个其实这些食物是好菌它最喜欢的东西，坏菌不喜欢。好菌吃到这个它喜欢的吃的东西之后它就开始长大茁壮，而且它会把这些膳食纤维代谢成一些像丁酸，这种东西叫短链脂肪酸它这个短链脂肪酸它本身就是可以帮人抗发炎的，它对我们身体非常好。所以简单的说像重点就是膳食纤维啦我们建议每天都要吃特别是那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可能大家会觉得它那个口感有点怪，不过我会鼓励大家还是去吃一下，因为益生菌非常喜欢它。是，其实张医生您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有时候我们做健康节目这么久长期以来我们都会觉得，哎呀，请大家专家都会叫我们要吃什么吃什么好，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不觉你就会改变你生活饮食的一些习惯。像前一阵子有专家说奇亚籽其实真的是蛮好的，然后我最近在餐桌上看到奇亚籽，我就会稍微去吃它，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平常吃惯了一些食物，不会太去平衡它，可是有时候你真的是经常听专家这么说的时候，在你脑海里面就有深刻的印象，所以真的经常靠我们的节目，其实对你的健康肯定是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帮助。那不要忘了多吃一些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好，那其实除了多摄取这些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之外像比如说像优酪乳泡菜味噌、纳豆这些来自食物的益生菌，是不是也是多多益善，可以平常也是吃多一点选择呢？您觉得呢？对因为这些发酵食物因为它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其实在人身上的健康作用其实已经蛮证实的。像我们平常吃的像优格这些或者说泡菜、味噌纳豆其实里面它不只是益生菌它还有它那个益生菌的一些代谢物这些东西它们其实对健康都非常有帮助。所以那个其实如果说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身体的话是这些发酵食物可以多吃目前证据最强的话应该是优酪乳因为它对整个肠胃道消化抗发炎那个预防失智这些其实帮助都那个在那个医学上看的都还蛮明显的。是，我想除了就是吃刚水溶性膳食纤维之外这些发酵的食物也可以来选择一下。那另外呢，如果现在因为疾病的原因非吃抗生素不可，那现在在吃药的这段期间，有没有什么一些保护方法可以把我们肠道的就是好菌伤害降到最低呢？对因为吃抗生素其实一定会杀到好菌所以接下来这个肠道菌就失去平衡所以我们要想办法一样让后面那个平衡让它恢复过来。所以在吃抗生素的时候，第一个其实益生菌还是可以吃只是通常不是建议一起跟抗生素吃通常来说可以隔2-3个小时再吃就会有一些效果当然如果说大家有点担心的话，有一个更直接方式可以买那个后生元后生元的话它的概念是这样说后生元就是益生菌它产生的一些代谢物这些代谢物像刚刚讲丁酸它本身可以抗发炎对身体好所以其实有蛮多产品它就直接提供这个后生元里面就没有什么益生菌所以吃的话我们直接用到这些它的代谢物其实是可以提供更直接有效的效果就不用担心说那我当下吃了抗生素那没有好运怎么办当然我会更建议一直在吃抗生素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去维持这个肠道的健康。所以像刚讲的那些膳食纤维其实还是可以吃，我还是鼓励在吃益生菌的时候，不然那个吃抗生素的时候，那个膳食纤维还是吃一下。当然在吃抗生素的时候，我会建议那些加工食品、高油高糖的食物就尽量避开，因为吃的同时，它可能会让那个肠道菌的失衡更严重。所以说其实虽然我们真的吃抗生素对我们的肠道影响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呢你还是可以有一些补救方法像刚才张医生建议的这水溶性膳食纤维，比如说像秋葵山药，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多吃一点，或者益生元这些都可以来做一下补充。那另外一个问题，假设说现在有患者因为疾病的因素需要长期来服用抗生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留意的呢？
对啊，的确有一些感染特别难控制啊，所以有些人我也听过了，吃抗生素可能要吃到1个月。这些人他通常会有一个感觉他会觉得身体非常虚弱，他的其是，实那个药的副作用呢，是因为他那个整个肠道菌啊，他因为都被这些抗生素消灭掉了嘛，整个那个身上的免疫代谢就全部跟着乱掉所以如果说长期吃的话，我们一定更要去加强一下。所以这些可以保护肠道的东西，我们就会建议多吃包含像刚讲像这些膳食纤维特别是因为它里面有个成分叫那个植物多糖植物多糖就像刚刚讲那个秋葵山药，它其实虽然说它是说年华不过这层多糖它一样可以保护你的胃所以那个这样用的话，其实感觉会更好当然一样会强调说在吃抗生素就不要再去做一些会伤害肠道的一些坏习惯，所以刚刚讲那些加工食品那个高油高糖的食物还是要记得避开然后那个就是如果说另外3餐规则的这样子让肠道好好休息那个其实后面恢复会更快一点。是，我想其实策略都是一样的，还是尽量避免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这些超加工食品。然后呢，还是要补充一些水溶性膳食纤维或膳食纤维，或者刚才提到的益生菌后生元等等，都可以来帮助对抗你的肠道，因为吃了就是因为吃的这个我们吃了这个药之后呢，可能会对它带来一些副作用跟伤害，还是可以来修补的那另外就是我们假设吃了抗生菌的时候呢，有哪些食物会让我们的肠道菌是更糟糕的，就建议要避免。除了刚才讲到超加工食物，还有没有其他我们有 miss 掉的呢？像主要就是像高油高糖，其实这个在我们生活上一直会遇到的一些加工食品，所以一个简单例子像那个包装很漂亮或者说包装后面翻过来里面的成分非常非常糖的那一种我就会建议避开尽量吃的是原食像有一些那个精致的碳水像就汽水这种东西就尽量不要，还有那个酒的话，其实对特别是那个像比如说吃抗生素的时候那个就对肠胃道不大好，所以像这些东西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虽然说好吃可是还是忍一下，这个时候就先不要用。是糖果、饼干、高糖的，或者是酒精都还是尽量避免。不过，刚刚张医生提到一个很关键，就是当您看到这个食物的成分标签有很多的有很多数字或者是有一些英文等等，你看不懂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我尽量建议大家就是避免，在你日常生活中也尽量避免这样的食物。好，那另外讲到抗生素其实治疗之后呢，我们知道要养我们的肠道菌嘛，那怎么样才可以知道我们的肠道菌已经恢复正常了？比如说是有什么排便或者是腹胀或者精神状况，可以做判断吗？我都会鼓励大家每天上厕所观察一下，因为他那个便便如果说他就是你的肠胃道是健康的话它应该是成型的，它不会太稀或者说太硬它那个颜色都很好，这样子那个代表说你已经恢复差不多另外应该也会觉得说像之前本来可能会有腹胀这个应该都会改善，然后另外你在讲到精神也会跟着变好，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讲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肠脑轴肠脑轴意思说肠子跟脑他们是互通的，所以像肠子如果说情况不好的话，就会影响到脑袋，所以像有时候我们那个坏菌多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像我们那个有一种叫快乐荷尔蒙，叫做那个血清素血清素它的上游叫做一种那个叫那个色氨酸的东西色氨酸它在肠道里会被代谢一样好的坏的细菌代谢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好的细菌代谢出来是就是那个血清素这个东西会让你心情好，可是坏的细菌代谢出来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个会让你发炎心情会变不好，所以意思说如果说我们觉得情绪稳定，睡眠那个就是脑中没很多杂讯情绪那代表说这个肠胃道改善的那个情况就不错所以我们说意思说这些就看整体，包含说我们肚子里面感觉改变的情况，还有我们的整个情绪等等，它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是，所以平常啊，不要说是你有吃，你已经有在吃抗生素的朋友，你平常就想要知道你自己的肠道到底有没有健康，有没有正常，从排便情况啊，还有看你的腹胀啊，或者是你精神状况啊，有没有比较平稳，就可以去判断了。那其实我们再回到抗生素，抗生素的治疗其实已经很普遍了，很多人，大部分的人哦，就是如果看过病，可能都有吃过抗生素。那么，如果我们站在说要预防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有大肠癌的危险的这个角度哦，除了刚刚提到的调整饮食方法，那张医生，您会不会建议说，我们平常还可以做哪些事情，把我们肠道可以养好呢？那通常我都请大家记得这5项就是饮食、情绪、睡眠、运动，还有环境。其实我们刚刚多讲的是饮食而已啦。除了饮食之外啊，其实我会鼓励大家运动，因为运动其实会帮好的细菌变多，因为这个是有科学证实的。虽然说大家想不到说为什么运动会影响到肠道，不过运动之后，我们整个身体的那个代谢免疫会跟改变，就这个情况就会让那个好的细菌有它那个生长的那个环境。然后另外好好睡，因为像如果说睡觉不规则啦、熬夜的话，那其实就会打乱我们那个生理时钟。生理时钟一打乱之后接下来那个肠道菌跟着受影响，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个肠道菌就变坏的，我又回来开始让我们的睡眠睡不好。然后是情绪还有那个压力。大家知道，如果说我们压力很大，那个心情不只是吃不下，连那个肠道菌都会跟着改变，所以它就直接影响到我们那个肠脑轴。所以这个压力的调控非常重要。如果说当然不是说避开压力只是说如果说我有压力的话，那通常来说我们的策略就是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比较积极一点，就是我可以去运动或者说找一些嗜好去把它排解掉就是那边做更抽层，就是让那个压力真的清晰我。真的不行的话，也可以请那个神经科医师来帮忙一下。然后像环境的话，像譬如说我们会建议多接触一些那个大自然有一些会到污染多的地方就尽量避开。这些东西它每一项都有一些影响，虽然说影响大，可是如果说我们多做一点的话，那个效果就会有一个累加的效用那个就会很明显。是，其实刚才张医生说的真的是，除了刚才我们就是大部分人都会比较着重在食物上面，可是对我们的情绪、压力睡眠，就我们整个环境很重要。还有一个刚才您提到就是运动，运动真的是一铁良方。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些情绪的问题，或者是你的肠道有这样的方面的问题，建议大家就把刚才提到这些环节都顾好。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跟加分。那另外我还是要请教一下张医生，除了我们要留意抗生素对我们的伤害，保护肠道也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人感冒就是也是吃抗生素，这个是不是说完全没有必要在感冒的时候来服用抗生素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对其实感冒常常它都是病毒感染因为那个抗生素是针对细菌所以感冒的时候吃抗生素是其实没效的所以大部分的感冒是不用吃抗生素，因为它自己通常来说都是自己好所以在通常来说，像我们如果说遇到感冒的人都是给他吃支持疗法，比如说请他多喝水多吃水果维他命 C 补一下，休息一般来说感冒自己会恢复过来。除了有一种情况如果说我们感冒之后，我们发现比如说我的那个它变得很黄很绿就是那个这时候可能就是细菌感染，因为如果说是病毒感染，大部分那个糖是那种青色的，就是比较白的那一种。如果是黄绿的糖，它通常是有那个细菌感染。当然有时候我们要怕，比如说细菌性的肺炎等等，然后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到抗生素，因为有时候细菌感染，如果不理它的话特别是一些比较厉害的细菌的话，那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那个并发症其他的疾病。所以一样是看情况。不过简单说大部分的感冒都是不用吃抗生素的。是，我觉得平常有可能大家就是因为依赖了很多，有时候我们依赖很多的药物，可是其实我也发现现在的医生也会告诉你说，其实你多喝水、多休息，然后吃的健康营养一些你的
你这个感冒可能自然也就会好了。但是我想最后还是要请教一下张医生了，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想要补充一些益生菌啊，让我们肠道更健康。但是关于补充益生菌这件事情，您有没有在临床上最常见到的一些大家民众的误区或者是迷思是什么？借这个机会来厘清，帮助大家。对啊，因为大家的直觉就是，如果说，我要调整我细菌的话，那我就直接补益生菌。只是说，事实上是这些益生菌你吃了之后，它过几天它就消失掉。所以那个真的关键其实要吃到益生菌的食物，那个就是膳食纤维。所以我们这个细菌它不是在补菌，它是在养菌，就像养小孩一样你要去调养它那个用合适的环境那个肠子里面的那些细菌好的细菌它才会长得多所以那个重点就是每天都要吃到膳食纤维益生菌它的食物它长大茁壮数目变多，它就变成优势菌种那它变多的时候，它就可以把那个坏菌让它压制下来好的细菌变多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循环的。是，我想今天呢，真的非常高兴张医生来跟我们解说，就是有关于抗生素的问题，同时也教我们把我们的肠道菌要养好，因为养好我们的肠道菌，真的就是养好我们的身体，我觉得这很有关系。好，今天再次感谢张医生，谢谢张医生精彩的解说，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舅舅。谢谢张医生。我想今天我们谈到抗生素，是很多人一听到抗生素心里就有一点敌意了。其实它也不是说敌人，而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你用对了，可能可以救到你的身体的健康；用错可能让我们肠道菌失衡，甚至埋下慢性发炎跟疾病的风险。那我想还是提醒大家记住3个原则，就是你如果在吃抗生素，就不要自行停药了，避免这些抗药性。那第二个呢，你在补充益生菌的时候，记得要养好你的菌，就是补充一些膳食纤维或水溶性膳食纤维。那最后呢，持续修复我们肠道环境，因为肠道的健康从来不是就是说只吃一些食物或者是吃一些保健品，而是我们每天的生活饮食睡眠，还有抗压释放我们的压力，还有我们的运动习惯，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总和。所以照顾好肠道，就是照顾好未来的自己，降低疾病的风险。好，最后感谢您的收看，提醒大家在离线前还是要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